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苹果是很受欢迎的水果，好吃又营养，老少皆宜。但是总有人说晚上吃苹果是毒苹果，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。之所以说它是毒苹果，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晚上吃苹果，肠胃没有办法消化和吸收，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造成肠胃损伤。其实肠胃呢是一直都在工作的，会慢慢的消化食物，所以睡前适当的吃点苹果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有2种食物是真正伤胃的，劝你最好不要吃。第一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。那很多人晚上喜欢吃这类食物，比如麻辣火锅、麻辣烫等。但是辛辣食物很容易刺激肠胃，造成胃黏膜损伤，还容易引起便秘和痔疮，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。第二种，油腻食物。那不建议大家晚上吃的太油腻，因为油腻食物含有很多的脂肪和热量，晚上吃呢会加重肠胃负担，给肠胃造成伤害，而且还会影响睡眠质量。那想要养胃，除了少吃这些食物外，还可以用丁香叶泡水喝。丁香叶营养丰富，有保护胃黏膜、抑制幽门螺杆菌的作用，对保护肠胃健康有帮助哦。我们会发现啊，有些女人老得比较快，其实这跟平时爱生气是有很大关系的。而女人呢，有很多问题都可能是气出来的。那今天教大家2招，可以呢排除闷气，为健康加分。第一个，按摩膻中穴。膻中穴在前正中线上，2乳头连线的中点。膻中穴有宽胸理气、行气活血、舒畅心胸的功效。那爱生气的朋友可以经常用大拇指按压这里，每次按3到5分钟，可以帮你把气排出来，让心情变好。第二个，多吃顺气的食物。女性朋友如果喜欢生闷气的话，平时呢可以吃一些萝卜呀、茴香啊。这些食物呢有顺气的作用，能够帮你缓解压力，让心情变好。那经常生气对肝脏也不好，所以木子建议大家可以多喝点菊花茶、蒲公英根茶，有养肝护肝的。女人过了40岁后，身体各项机能会下降，人也开始衰老，这时候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。若身上这3个地方还很大，说明身体健康，也容易长寿。肺活量大。大家都知道，年轻的时候肺活量都是很大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肺活量和身体其他器官一样，会慢慢的衰弱。女性40岁以后，如果肺活量依然很大，那就偷着乐吧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。耳朵大。耳朵和肾脏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耳朵比较大的话，说明肾气比较充足，对身体的排毒有帮助。所以40岁以后的女性，如果耳朵很大，长寿也会青睐你。握力大。通过握力，我们是可以看出骨骼和肌肉情况的。女性到了中年，如果握力还非常大的话，说明骨骼和肌肉力量都比较强壮，骨密度也很高，这样身体相对来说就会很健康。虽然上面这3处越大，身体越健康，但是有1处变大，大家呢就要注意了。这个地方就是肚子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由于身体新陈代谢逐渐降低，身体会发福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也越来越大。如果肚子过大，会增加身体内脏的负担，影响排毒，增加患各种疾病的风险。所以发现肚子越来越大，就要抓紧时间减肥，别忽视掉。月经是女人正常的生理现象，而绝经也是女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那当女人快绝经的时候，会有什么征兆呢？月经可能会有2种表现哦。表现1，经血颜色发生变化。正常的经血颜色是鲜红色的，但如果发现经血颜色比平时浅或者是发黑，并且经血量慢慢变少，这可能是要绝经的前兆。表现2，月经失调。如果之前月经都很规律，但是突然有推迟或者是提前，出现这种极度不规律的情况，就要考虑可能是要绝经了。除了上面这2种表现，还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大、潮热盗汗、失眠多梦等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多喝1种水，用玫瑰花泡水喝。玫瑰花有美容养颜、补血养血、调经止痛的作用，适当的喝一些可以帮助延缓衰老。除此之外，桂圆红枣茶也是不错。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女人每个月都会来月经，不过呢，月经期间身体也是比较脆弱的，要多多注意才行。记住，1洗2不洗，有助子宫健康。洗脚。
俗话说寒从脚下起，女人月经期间很害怕着凉，所以呢，经常用热水泡脚，可以加速血液循环，使身体温暖起来，能够帮助去除体内寒气，保护子宫。不洗头，月经期间最好不要洗头，因为呢，这样容易让寒气入侵体内，导致宫寒。如果实在想洗，就用热水洗，并且洗完用吹风机吹干，不用凉水洗手。用凉水洗手也容易让湿寒之气入侵体内，对子宫健康不利，所以女性朋友也要注意。女人如果想要子宫好，平时呢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注意保暖，可以多吃一些暖宫排毒的食物，比如洛神花茶、桂圆红枣、樱桃等，这样身体也会干净。女人来月经时，牢记两洗两不洗，子宫光滑，妇科问题远离你。第一，清洗内裤。女人来月经时要多清洗内裤，因为这时的细菌会增多。经常洗内裤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，保护子宫的健康，也可以避免一些妇科问题出现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第二，多用热水洗脚。女性来月经时，可以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这样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有助排出体内寒气，让全身都暖起来，有一定的暖宫效果，也能够让妇科炎症远离你。第三，不用凉水洗手。女性平时干家务活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要注意月经期间最好不要接触凉水，洗手或者是干家务活的时候用温水，要不然很容易导致寒气入体，对子宫健康不利。第四，不洗头。女性月经期间身体的抵抗力会很低，所以这时应该避免着凉，建议大家不要洗头，因为洗头会带走头上的温度，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导致子宫受寒，加重痛经的情况。若是实在想洗的话，可以用热水。所以女性朋友月经期间注意好上面这4个细节，更有利于子宫健康，也可以避免妇科问题的。年龄的增长，女性朋友脸上胶原蛋白流失，很容易出现皮肤松弛、皱纹增多的情况。虽然变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延缓衰老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你紧致肌肤。大家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可以先在脸上涂抹一些润肤乳，然后将食指和中指摆出剪刀状，在我们的双下巴位置向耳朵后面滑动20次，再从下巴中间位置沿着下颚骨向耳垂滑动，也是滑动20次，最后再从嘴角这个位置沿着颧骨向太阳穴滑动，同样滑动20次。每天坚持这个小动作，早晚各做一次，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排毒养颜的作用，对缓解皮肤松弛、下垂、长皱纹有很大帮助。皮肤松弛下垂的原因有很多，精神原因、熬夜、紫外线照射等，这些都会使皮肤失去弹性，皱纹增多。所以女性朋友平时要学会保养自己，这样才会越来越年轻。乳腺增生别慌，少吃两物，多喝凉水，疏通乳腺，减少增生。少吃含黄嘌呤的食物，咖啡、可可、巧克力等等都含有较多的黄嘌呤，如果吃多了，容易刺激乳房，加重增生的情况。少吃高脂肪食物。高脂肪食物吃多了，不仅会使身体肥胖，还容易使雌激素分泌增多，不利于乳腺增生恢复。那吃什么食物好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第一种，蒲公英根。蒲公英根很常见，对女性也有很大的好处。经常泡水喝，有消肿散结、抗菌消炎的作用，有助乳腺增生的恢复。第二种，玫瑰花。玫瑰花不仅好看，而且药用价值很高。经常用玫瑰花泡水喝，可以活血化瘀，调理内分泌和激素水平，还能够改善乳腺的循环，对预防和缓解增生有帮助。女人乳腺增生先别慌，多吃这2种食物，疏通乳腺，减少增生。第一种，鱼腥草。鱼腥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鱼腥草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也可以作为食材来食用。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它的味道，但是呢，鱼腥草有很好的抗菌消炎、除痛消肿的功效。女性朋友经常吃，不仅可以帮助疏肝理气、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乳腺增生也有很好的疏通作用。第二种，蒲公英。蒲公英在春天的时候很常见，我们可以经常用蒲公英泡茶喝。
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将蒲公英晒干，然后用来泡茶，经常喝，对乳腺增生的疏通也有很好的效果。女性朋友如果经常出现乳腺增生的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除了吃一些疏通乳腺的食物外，大家平时呢还可以多运动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少生气，这样对乳腺增生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